大家好，这是 Xlines 基础教程的第2章第6节。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使用 Xlines 来读取 Excel 文档，读取工作簿、工作表、计算公式等操作。在第2章第2节课中，我们创建过一个学生成绩统计表的工作簿。那么本节课我们就用 Xlines 来读取那个工作簿的数据，带大家学习 Xlines 中12个 API 的使用。我们先来学习第一组的3个 API。打开带有密码保护的工作簿，获取工作表列表和获取默认工作表索引。先在课程目录下创建一个名为第2章第6节的目录，把学生成绩统计表这个工作簿放在目录下。先来打开看一下这个工作簿。该工作簿中包含了2张工作表，分别是成绩单和统计图。使用 VS Code 编辑器打开工程，新建一个 main.go 源码文件，声明包名称，导入 format 标准库和 Xlines 基础库，创建 main 函数，通过 Xlines 提供的 open file 方法打开工作簿 book1.xlsx， 检查并处理可能产生的错误。使用 defer 在 main 函数 return 之前关闭工作簿。打开终端，在终端中运行 go mode init 初始化模块，运行 go mode tidy 安装包依赖。下面我们来学习如何打开带有密码保护的工作簿。先为 Excel 文档设置打开密码，密码设置为 password。对于这样加密的 Excel 文档，在使用 Xlines 提供的 open file 函数打开时，在 options 中指定 password 为打开密码即可。接着我们学习如何读取工作表列表。通过 getSheetList 可以获取工作表索引和名称。这里把工作表索引和名称输出，保存代码，在终端中运行程序，可以看到已经按顺序输出工作表索引和名称了。如果想获取活动工作表的名称，先调用 getActiveSheetIndex 得到活动工作表索引，将其作为下标，在工作表列表里查找对应的名称。输出活动工作表名称，保存代码并运行程序，可以看到已经读取了活动工作表名称。接下来我们学习本节课第2组的3个 API， 读取合并单元格，在工作表中搜索以及获取单元格的值。通过 Xlines 提供的 getMergeCells 函数获取活动工作表上的合并单元格，接收并检查可能产生的异常，得到Merged Cells 变量，便利 Merged Cells 输出每个合并单元格区域的起始坐标、结束坐标与合并单元格的值，保存代码并运行程序，可以看到工作表中的4个合并单元格已经被正确读取了。如果想在工作表中搜索给定值对应的单元格坐标，可以通过 SearchSheet API， 第一个参数是工作表名称，第2个参数是要搜索的值，接收并检查可能产生的异常，便利搜索结果 Search Result。 这里我们用逗号连接并输出搜索结果坐标，保存代码并执行程序，可以看到搜索到了工作表中值为75的2个单元格。此外 SearchSheet 还支持通过正则表达式进行搜索。修改调用 SearchSheet 函数时的第2个参数为正则表达式，并指定开启正则搜索模式，搜索工作表中以7开头的单元格值所对应的坐标，将搜索结果输出，保存代码，在终端中运行程序，可以看到搜索结果中全部符合条件的单元格坐标。然后我们通过 getRows 函数按行获取活动工作表中全部单元格的值，接收并检查可能出现的异常，得到 rows 变量，它是一个2维数组，按行存储每个单元格的值，便利 rows 得到每行单元格的数据 row， 便利 row 变量将得到每个单元格的值 cell， 这里我们输出每个单元格的值 cell， 在每行结束后输出一个换行符，保存代码后在终端里运行程序，可以看到已经读取到了每个单元格的值。下面我们来学习本节课第3组的3个 API， 单元格公式计算，获取批注和获取列的宽度。
我们注意到 K4 到 K9 区域单元格由于设置了公式，在没有计算缓存的情况下，没有读到单元格的值。下面我们来学习使用 xlist 对单元格公式做求值计算。首先需要准备单元格坐标，在便利行时取数组下标 r， 便利每一行上单元格时取数组下标 c， 根据 r 和 c 判断并计算单元格的坐标。利用在之前课程学过的索引转单元格坐标函数计算公式单元格的坐标。先把这个坐标输出看一下，保存代码并运行程序，可以看到公式区域的坐标已经计算好了。接着使用 calccelValue 函数传入工作表名称和刚刚计算好的单元格坐标来计算单元格的值，接收可能产生的异常，保存代码并运行程序，可以看到单元格公式的结果已经计算出来了。接着调用 getComments 函数获取工作簿中的批注，得到由工作表名称和批注数组构成的 map， 便利得到工作表名称 sheet name 和每个工作表上的批注列表 comments， 然后再便利 comments 得到每个批注，输出工作表名称、批注作者和批注内容，保存代码并运行程序，可以看到已经读取到了工作表中的批注。然后我们通过 getColumnWidth API 来获取列宽，参数依次是工作表名称和列名，接收并检查可能产生的异常。这里读取并输出 A 列的宽度，保存代码，然后运行程序，可以看到已经读出了 A 列的宽度。下面再来读取一下 G 列的宽度，再次调用 getColumnWidth 函数，指定列名为 G， 输出宽度 width， 保存代码并执行程序，可以看到程序输出了 G 列的宽度。接下来我们学习本节课第4组的3个 API， 获取行高、读取图片以及工作簿的默认字体。调用 xlist 提供的 getRowHeight 函数来获取行高。第一个参数是工作表名称，第二个参数是行号。检查可能产生的异常，输出第一行的高度 height， 保存代码并运行程序，可以看到程序输出了第一行的高度。使用 getPicture 函数可以获取工作簿中的图片，调用参数分别是工作表名称和插入图片时的单元格坐标。它将返回3个值，分别是图片的名称、字节数组格式的图片内容以及 error。检查 error， 然后输出图片名称和以字节为单位的大小，保存代码并运行程序，可以看到已经读取到了工作簿中的图片。最后通过 getDefaultFont 函数可以读取工作簿的默认字体设置，将默认字体输出，保存代码，然后在终端中执行程序，可以看到这个工作簿的默认字体是 Calibri。 好了，本节课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欢迎关注、点赞和评论。谢谢大家，我们下节课再见。